界，万户门扉开不远，这里就是东京城喽！孙杨正面上清酒了，客官里边请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回再说。大荒征凑，万国乾坤。赵大哥，宋大哥怎么还没来？宋大哥还说要给我们讲故事呢。孩子们，不要缠着赵大哥了。沈师傅给大家做了蜜饯果子，去晚了可就没有了哦。你小心。何先生，谢谢你啊。莫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估摸着你就在这儿，我来看看你。莫兄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我嫂子，这位是安监院的何先生。那我先去看孩子们了。嗯。嫂子，你和大哥别担心，我一定很快就可以振作起来的。嫂子来，不是想跟你聊这些，就是陪你待会儿，陪陪你。谢谢嫂子。孩子们说，我只会教他们搭桥。根本就不会做诗，他们说的对，我做的诗确实没有宋兄好。文正公说：“宁为名死，不默而生。”我想出一本诗词集，以博词寡句，会天下志同道合之友。头儿，宋祁煜的尸体啊，有点蹊跷。哎，莫非是大哥？他的致命伤为喉部被割，死后面皮被剥落，比之前的孔二一致。另外，此前发现尸首的腹部隆起，是因为尸首曾被开膛破肚，塞满东西之后又缝合了起来。大概。书，里面都是书，《诗经》。下面还有，继续拿。这是《尚书》，《礼记》。五经。现场发现一本《道德经》，肚子里有5经，最爱想说的话有点多呀。除了想说话，剩下的就是泄愤。这怎么越泄越狠呢？到宋祁煜这儿，除了一刀割喉、剥去面皮，还加上开膛破肚，这不是泄愤，这是凌辱啊！
孔二和宋祁煜都是荆轲学子，为何凶手单单只是凌辱了宋祁煜的尸首？除了泄愤，还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这个就很明显了，团伙作案，一个负责冷静杀人，一个负责虐待尸体。为什么要在肚子里缝书进去呢？宋祁煜是学子，今年应考，会不会是说他腹中有诗书，学富五车？那又为什么要把脸皮割掉，把《道德经》盖在脸上？暗讽他德行不够。肚子里有书是学富五车，脸上盖《道德经》是没有德行。你这结论得出来的有点草率啊！我总觉得这宋祁煜向我们隐藏了什么。你弟跟他是挚友，昨儿个又是案发现场的第一人证，你不妨跟他聊聊。我这个弟弟呢，平日不爱与人交流，我跟他都说不上几句话。但我娘子还行，能跟他聊几句心里话。那温月有没有说他最近跟他聊过什么？这我不清楚，可能说了吧。你跟温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闹矛盾了？一点儿吧。你跟温月不会闹和离了吧？我跟他不可能闹和离。最近确实我们之间有点矛盾，我正在缓和呢。怎么缓和的？我自有我的方法。家当都在这儿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连这点警觉心都没有，我早被人暗害了。别怕，父亲只会保护我们的。你有事儿？没事。没有，你回来。你干嘛？放肆！你喝了多少酒？哎呀，你喝了多少酒？哎，老姑说的没错呀，你就是草原上的一匹骏马，逐日追风，英姿飒爽，而我就是一只小小的土拨鼠，只会猫在洞里安居乐业，囤粮过冬。15年前，你一脚踏入了我的世界。跨鞍，跨墨草，跨京城。我就让你委屈了15年。你说这些干嘛？你啊，你要是想回到你的世界，我理解。但是你想想，墨已经被牵扯进来了。你知道，我这个弟弟，他从小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姐姐，什么心里话都跟你说。我知道，你不会对他撒手不管的，是吗？我也告诉你，文渊，同样，我也不会对我们的15年望而却步。你信不信？啊？我不准你离开我！
你嚷嚷什么废话啊？让街坊邻居笑话。我不准。你就在这儿歇会儿吧。我坐下，坐下。娘子，土拨鼠的洞穴里不能只有一只土拨鼠。土拨鼠长啥样啊？莫要忘了为师教你的。寒窗10载，我也抵不过万贯家财。我待人气好，不受人胁迫，我的那些凌云壮志，到头来都写了别人的名字。二哥，你怎么起那么早啊？这不是才寅时吗？你该不会一个晚上都没睡吧？早点睡啊，早点睡。干嘛去啊？娘子，你怎么起来这么早啊？你怎么了？还是一脸愁容，也难怪，家里最近发生了不少事情，真是让人劳神了。之前跟你吵架，是想赶快把你们从这件事里撇出去。话说重了，心里还挺难过的。我明白，你这么做是为了保护这个家。赵不忧，我是真的很害怕。20年前，我的家人就死在我的眼前。我本名叫苏月，我爹是太湖船厂的大工。之后，官府发了公告，说是贼寇所为，你在缉拿中被诛杀。后来的事情你就知道了，我成了流民，四处流浪，最后沦为了水贼。我没事儿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该流的眼泪早就流干了。我只是担心咱们现在的这个家。我希望咱们一家5口平平安安的。
哎呦，哎呦，这是有喜事儿啊！回家了，回家住了。私事儿啊，无可奉告。哦，你们俩好了，就什么都好了。我已命人调阅所有刺配逃逸重犯的档案，还真找到一个人。这个人曾经用薄如蝉翼的小刀伤过人。下狱之后，记载显示他性情古怪。这人叫什么呀？单16，黔州人。小的时候父母双亡，常年被人欺负。长大以后，多次因为性情偏激出手伤人，发配崖州的路上跑了。跑了？没人知道下落？不知所踪。那这样说，单16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很有可能。啊，太学，太学怎么了？太学那边出了命案了。什么情况？老郑，你弟弟是唯一的嫌犯。赵默，对，老顾不可能，别急，赵不要慌，华府，赶紧去散铺通知温月。好，老顾不要慌，不可能，我现在跟我一起去太学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跟你去。谄媚权贵，这写的什么呀？无戒东不要动啊！你别想跑，你跑也跑不掉。别想跑！别报的官，官爷，这他咋的？我晨起的时候一开门就看见他把曾学镇的尸体摆成一个跪坐的姿势。如果不是他杀的人，谁会摆弄一个尸体？你看他满身都是血，那肯定是杀人的时候沾上的。行了，他是不是凶手，开封府自有断定。来人，把人押回去。默儿，默儿，我是大哥，为什么啊？跟大哥说说，发生什么事情？不可能吧？是鬼口花，是鬼口花，鬼口花，鬼口花！今天又来欺人太甚了。为什么我们俩不能进去啊？啊？别进去。我们两个案子有关，开封府也是循例问话，养老不难做。这点面子都没有。张默，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我其实早就知道宋祁煜被人逼迫替考。宋祁煜替考吧？替考一事为何不早说？昨晚我一直回忆，我突然想起高考当天，他们其实露出了端倪。不可能！那句不可能，一定是在拒绝他们逼他替考。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宋兄居然同意了。再后来，有些话想请教张学长：所谓文官清流，真的是一潭清水吗？真的不会藏污纳垢、颠倒黑白吗？我觉得宋祁煜对张学正的态度是出于。我想去太学找张学正询问对质，可是我到了太学门口，我就看到张学正。我记得宋兄尸体上的伤口，我想看赵美身上是不是一样的。之后，那个老翁就推门出来了。之前死的那个口二，宋祁煜说，他也是今年的替考学子。宋祁煜遭遇不测之后，我便一直怀疑，这几个案子都是因替考而起的。你早就知道替考，你为什么不报官呢？替考又不是今年才有，开封府从来没有查问过，跟你们说有用吗？我们那是我们不知道。好，那桃花洞几款，那个活活被打死的驴夫，我亲自来报的官，你不是也照样不管？张默儿啊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就心寒了啊。我抓没抓那些人？你看没看见我抓没抓那些人？我抓了吧？你说他们打死人了，那是他收买人证，你为什么不去查问？坐下！你们就是不作为，你就是不作为！你给我坐下！你们就是不作为！坐下，听见了吗？哎，刘波，就是你们不作为！赵炳，你在开封府白混了你，怎么了，默儿？嫂子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就是他们不作为，就是他们的问题。说话注意啊！莫，冷静下来。顾先生，如果之前也有考生替考的话，有没有可能这些考生已经被灭口了？顾巡使，即便是东京城，也多的是藏污纳垢的地方，并非所有的失踪案、无名尸案都会报到这官府里来。让您的人去找挖坟掘墓的，或者是做盗尸贩尸勾当的伢子，或许会有线索。这样，我再去把这10年失踪学子的案卷再复查一遍。好，我去礼部告近几届的考生名单。魏远，莫儿，大哥定给你查个水落石出，等我。听见了？温娘子，你刚才说查谁？挖坟掘墓的，盗尸贩尸的。走了吗？啊？喂，哎，不是我还没。慢走啊！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默儿，换下的衣服收好了，别乱丢。嫂子先送你回家休息。查案的事情有你大哥呢，你也别着急。
也不急于这一时。嫂子，那日你和大哥到底因为什么事情去找宋启玉？梅船案的凶手死了，我跟你大哥顾巡使一直在追查凶手。那日我跟你大哥追凶，追到大罗马店的后巷，就跟丢了。但是我在那儿看见了小宋，他进了那儿的一个院子。嫂子，你说在哪里看见他的？大罗马店的后巷啊。怎么了吗？没事，我忽然想到要去个地方，嫂子你先回去吧。不行，你现在这样，你自己去哪儿，嫂子都不能放心啊。嫂子，你去，嫂子就远远的跟着你，行吗？行，去吧。来看一看我这匹马啊，又能拉货又能赶路啊！看一看，打开没有啊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哎呀，吃饱了，吃饱了就不吃了。各位小伙伴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上好的马呀！哎，店家，请问您认不认识一个叫宋启玉的人？不认识。你到那边说我看看。哎，店家，这脖子还挺形状的，便宜不了了。哎，店家，请问您见没见过一个叫宋启玉的人？不知道。做的可都是好事，求菩萨真人庇佑，可别叫归考官前来勾我的魂啊！老丁啊，我给你烧纸了。谁呀？老伯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，年龄跟我差不多，是个白面书生，他姓宋。我可没见过什么书生啊，不知道你快出去，走，快走！老人家莫惊，是我家小叔不懂礼数。叨扰之处，我代他赔罪。东京城这几日不太平，一连发生几桩命案。哎呀，我不知道。老人家，我相公得开封府左军巡使青睐，共同查办此案。若您知情，愿意告知，我敢保您得官爷庇护。进来吧，老伯。姓宋的年轻人是不是经常来这儿？是啊，小宋郎君来我们院儿来找老丁。老丁这个人啊，老实，话少，可是命不好。刚来我们院儿做工，就伤了腿。幸好啊，他赶驴是把好手。虽腿脚慢了些，但踏实肯干，这样他每个月还能拿些工钱。这小宋郎君啊，总是来瞧他，给他一些补贴，他的日子过得还可以。若是因为这件事，他不用对嫂子说谎。这件事情也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。老伯，啊？为何您听到我叫他的名字就着急回去？你说，小宋郎君被杀这事儿，我们这儿的人都知道，凶手啊到现在都没有落网。我不是怕招惹是非吗？还有啊，他们相识之事，老丁啊一直对外隐瞒，他不想让人知道。看你这忙前忙后的，还以为跟他是老相识呢。
我与郎君不熟的。他们相识之事，为何要隐瞒啊？据说老丁是小宋郎君家的旧仆，说是做错了什么事儿，被家主赶出去了。再说了，这是他们的私事，我不好打听啊。可这两人，偏偏又死在同一天。老丁那天要是不去桃花洞，恐怕不会出什么意外。这好好的人说没就没了，可怜呐。老伯，老丁是何时来的东京城？宋祁煜又是从何时来看他的？年初吧，老丁孑然一身，直到伤了腿以后，这小宋郎君才来的，但总是在夜里来瞧他。说到底呀，还是自小看大的老仆，能看出来，两个人关系情同父子。陈伯，哎，该上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先坐啊，我去就回来。墨儿，嫂子，哎，我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想明白，我必须得弄清楚。我想回家了。好。二哥，张学正死于割喉，从喉管上涌的血沫会引起窒息。所以那个血书根本就不可能是他自己写完的。他的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卯时，天微微亮的时候。你正好出去，那个时候，凶手可能刚走。你真的什么都没有看见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问。你放心，大哥他们一定会查明真相，还小宋哥一个公道的。啊，还有，也该让小宋哥的家人来一趟京城了吧？家人。小宋哥的尸首总该送还故乡，好好安葬吧。你如果觉得为难的话，托同乡世子捎封信也行。万岁司，我们头从昨天一直在录失踪考生的名单。去哪儿？找顾巡使啊。那儿了。啊。哎呦，老顾，一宿未睡啊。这是我托关系在礼部找到的，这几届应考考生的名单，全都在上面了。
啊，这是我整理出来的近10年失踪的学子名单。这份失踪学子名单上的每个人，刚好就是这个名册上缺考的人。真的假的？头儿，我考他一考。广西南路白州李彤缺考。夔州路开州孙敬书缺考。襄阳府均州于九缺考。可以了。行啊。这些人都是至今下落不明，对吗？失踪啊，肯定找不着了。有没有可能失踪的人全部都已经死亡？头儿，我审了一些盗尸的犯，从他们嘴里得出，最近10年确实有一些无名尸，均为年轻男子，死亡时间呢都是在每3年的科考之后。这些尸体都是一刀毙命，面部缺失。这也是从礼部借出来的每届的重磅考生的名单，里面有一个共通之处：最近几届重磅的考生，必定有一个家族有2到3名世子能考上。邹家。这个我都认识啊。这个酒囊饭袋，天天泡酒缸里，他这文采还不如我呢。还有这个邹参星，这败家子儿，摆流水席。这个邹振瑞，这是我同道中人。我不是老去那个百花阁找那个小秋月吗？那这。我们邹家吃百贯找你们寻我们家郎君邹永进，哎，就想借顾巡视一面都不行。去！哦，喊什么喊？我们顾巡使一夜都在里面忙着呢。不是，就这么几个人，你们有消息？邹家今年有考生吗2名，一个叫邹叶青，另外一个邹永进。中了，反而失踪了。往年失踪的学子，尸首全无，或被抛尸荒野，待送其狱。可他却偏偏死在了自己家里，就好像就怕我们不知道一样。你当年的案卷被人调阅了，他们知道了你的底细。是你杀了宋祁钰吗？孔二的尸体暴露早了，让他发现了端倪，金蝉脱壳，好计策。不明白。不需要你明白，你只要知道把今年逃走的老鼠都处理干净，你就可以南下回主家了。你不是一直想见主人吗？回家。回家。回家。你们俩快点。要喝。吆喝，你呀，啥也不是。
你们看啊，姚河的嗅觉比我们都要灵敏，他能吐成这样，说明这个尸体真是太臭了，而且不是正常腐化后的腐臭，而是一股酸臭。此人平时因大量饮酒。我当宋男子，日日吃酒也算正常。但小宋哥平时不饮酒吧？哦，我听邹家那个后院庄强说啊，他们家郎君是不喜文武啊，天天喝酒，就胖在酒缸里。这个尸体确实是有问题，他的身形跟小宋哥是相似的，但是他皮肉细腻，不像。而且他的手掌间没有丝毫劳作痕迹，也没有握笔的茧。此人生前应当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哥。叔，邹永进身体上有什么别的特征吗？庄强说他养尊处优，每日出门香车软轿，佣人前呼后拥，没说。哦，说他小的时候骑马摔过，肋骨骨折过。他那很小啊，现在还能查得出来吗？按理来说是可以的。把它撑着，刮骨刀。有了。肋骨是有一道细小的旧伤，应该是小时候摔的。那所以这个人不是小宋哥的尸体，而是继承宝。哎，你慢点。大哥，那尸身是邹永进的，小宋哥没有死。如果死者是邹永进的话，那到底是谁杀了他？全体女生们请注意，宋朝美妆店已上新。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，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出现。剧中康浅家里就出现了很多化妆品，而剧中张亲娘脸上的妆容，也是有宋朝非常经典的珍珠花钿。珍珠在宋朝备受推崇，甚至衣服、冠子上都有珍珠。真不愧是时尚宋朝呢。想在身后有幕天，中晚太阳就冬眠，懒用秋月戳山泉。睡在云里多清闲，一生最重是家眷，功名利禄放两边，红尘不过一眨眼，唯有世事难如愿。想在山后有幕天，中晚太阳就冬眠，懒用秋月戳山泉，睡在云里多清闲，一生最重是家眷，功名利禄放两边，红尘不过一眨眼，唯有世事难如愿。恩恩怨怨过云烟，熙熙攘攘不着眼，平凡之人平凡过，青山背后有炊烟。恩恩怨怨过云烟，熙熙攘攘不着眼，平凡之人平凡过，大河两岸艳阳天。